人类最强尼特罗还是败了，被蚁王废掉一条大腿胳膊的他，此刻只能无力地跪在地上，满是褶皱的皮肤证明了他的生命已然走到尽头。他努力睁开那黑黢黢的眼眸，却看到了令他无比绝望的一幕。没想到自己拼尽全力打出的最强一击，竟然只是让蚁王受了一点皮外伤。就当蚁王准备将他彻底终结时，尼特罗却露出了一抹邪祟的笑容。即便已经失去了一只手，他依旧可以凭借意念祈祷召唤出反噬观音，这是他最后的杀手锏武器，也是至今从未有人见过的灵视。在蚁王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尼特罗的身后竟出现一个高达100米的金色佛像。下一秒，佛像伸出慈爱的双手，将蚁王温柔地包裹在掌心之中。接着，尼特罗将全身的气全部集中在佛像的口中，形成了一个如恒星般璀璨的光弹。而这便是尼特罗用尽毕生所学打出的最强一击，名为没有慈悲的咆哮。光弹从佛像的口中向着蚁王发射，恐怖的能量如排山倒海般倾泻而出，眨眼间四周就被夷为平地。等到烟雾散去，蚁王竟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。反观尼特罗，由于透支太大，身体早已油尽灯枯。不过在蚁王看来，自己的胜利是必然的，因为他不仅仅是个蚂蚁，也是其所有物种基因于一体的究极生物。大自然所孕育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蚁王的养料，一个小小的人类又怎么能与他抗衡？但蚁王还是太不了解人类，更小看了尼特罗的决心。一股深沉到极致的不祥之力迅速蔓延，这股深不见底的恶意让蚁王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恐惧。人間の底すらない進化を。在蚁王震惊的目光中，尼特罗缓缓抬起干枯的手臂，直接狠狠地插进了自己的心脏。随着尼特罗会长的倒下，隐藏在他身体里的蔷薇炸弹也被彻底引爆了。恐怖的建设力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，瞬间将四周夷为平地。原来在决斗前，尼特罗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他让医生在心脏的位置安装了有史以来最毒的蔷薇炸弹，一旦心脏停止跳动，炸弹便会被引爆。这也是他用生命为人类建起的最后一道屏障。随着蚁王消失在爆炸后的岩浆之中，同时感知到王消失的普夫和油皮也迅速脱离战场。可当他们赶到爆炸中心时，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两人彻底绝望。黑红的岩浆在大地上翻滚，爆裂到极致的高温拒绝了一切生灵的靠近。此刻普夫大概率猜到王已经死了，但油皮却根本不相信，他毫不犹豫地冲进岩浆寻找，这是铭刻在基因里的责任和忠诚。他强忍着高温带来的痛苦，迅速地朝着爆炸的最中心跑去，因为他感知到了那里还存有蚁王的一丝气息。可当油皮发现王的尸体时，他再也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咆哮。油皮小心翼翼地将蚁王抱出火海，曾经至高无上的王，如今却变成了一块黑黢黢的焦炭。就在两人正陷入无尽的悲痛当中时，尚存一丝气息的蚁王竟发出了微弱的声音。可擅长治疗的猫女并不在这里，理论上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蚁王死去，但普夫却想到了一个能够治疗蚁王的方法。蚁王的能力是吞噬万物，并将他们的力量化为己用，所以只要让蚁王吃掉自己，就很有可能重新复活。于是普夫立刻将自己所有分身全部分解，然后化作亿万个微小的细胞重新汇聚在一起，毫不犹豫地飞进了蚁王的口中。而就是这恐怖的生命能力，竟让蚁王的身体犹如久旱逢甘霖一般，疯狂吸收着外界带来的能量。每一条经络，甚至是每一个细胞，蚁王的生命力正在迅速地恢复，但还远远没达到血骨生肉的效果。油皮见状也赶紧贡献出自己的能量，这是他高浓缩的生命本源，仅仅是几滴，竟让蚁王的身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美妙的滋味，让蚁王感觉就像在蚁后腹中所食之物一样甘甜。能得到王的认可，让普夫和油皮感受到无上的荣誉。烟雾中风云涌动，而蚁王也再次恢复身体，重新复活。男人在野外洗澡时，却震惊地发现，一个身材火辣妖娆的女子竟跟自己同池共浴。可还不等男人反应过来，女子身上的毒蛇纹身竟活了过来。下一秒，男人就浑身麻痹，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毒蛇向自己慢慢逼近。而男人正是中了忍术中的幻术。就在这危机时刻，突然一发手里剑刺进了兽兵卫的肩膀，剧烈的疼痛瞬间让他清醒了过来。顷刻间，女人释放出的毒蛇就被兽兵卫砍杀殆尽。女人见势不妙，于是果断利用脱壳之术逃走了。等到兽兵卫回过神来时，对方竟只剩下了一副褪去的空壳。刚刚出手救兽兵卫的是一个老和尚，而袭击兽兵卫的诡异女人是鬼门8人众之一的幻术忍者红领。其实老和尚的真实身份是幕府派来的密探卓安，此行正是为了探查鬼门8人来这里的目的。卓安开出100两银子的高价雇佣兽兵卫，可兽兵卫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而老和尚早有预料，于是他告诉兽兵卫，刚刚那枚手里剑上涂有剧毒，这世界上只有他一人有解药。听闻此话的兽兵卫立刻夺走了老和尚手中的飞镖，然后扎在了对方的手臂上。可就在兽兵卫以为这样就可以逼对方交出解药时，老和尚却淡定地表示，刚刚那枚有毒的飞镖已经被他换掉了。听闻此话的兽兵卫怒火中烧，一把就将老和尚扔进了河里。但无奈为了活命，兽兵卫还是上了老和尚这条贼船。在半路，他从老和尚的口中得知了一个惊天秘闻，鬼门8人众的首领竟然是早年间被自己亲手斩杀的同僚兵士贤马。接着二人趁着夜色偷偷潜入调查。
可山间雾气太大，老和尚一脚踩空掉下了山崖。而寿兵卫在下山去寻找时，意外的来到了一座诡异的寺庙。祠堂中正有一个老尼姑在进行祷告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寿兵卫一眼便识破了眼前的幻想，他一刀将伪装的老尼姑一分为二。可抬头却发现天花板上正有一个恐怖的鬼脸正盯着自己。寿兵卫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竟然再一次掉进了红里设下的圈套，大量毒蛇瞬间将他死死缠住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好在独自调查此事的杨岩及时出现，用匕首抵住了红里的脖子。可不料下一秒，一条毒蛇咬在了杨岩的大腿上。但奇怪的是，杨岩却对此毫不在意，继续逼问鬼门八人众来此的目的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雷光轰然炸开，瞬间就将红里电得外焦里嫩。这时寿兵卫两人才发现，红里的脖子上缠着一根细细的钢丝，原来为了防止他透露情报，雷顿逼不得已将他杀人灭口了。接着杨岩顺着丝线一路寻找，却突然发现寿兵卫不知为何居然抱起了自己的大腿。原来寿兵卫只是想帮他把毒血吸出来，可杨岩却表示毒液对自己无效，自己就是百毒不侵的体质。话音刚落，失踪许久的老和尚突然冒头，凭借3寸不烂之舌，老和尚成功说服杨岩加入自己的小队。第二天，众人来到了之前爆发瘟疫的村庄调查。杨岩震惊地发现，村子里面的井水竟然被人下毒了。就在寿兵卫想要深入调查时，却发现铺天盖地的毒蜂正向着几人的方向飞来。三人吓得连忙拔腿就跑，可杨岩却突然转身停了下来，因为他知道三人已经没有了逃跑的可能。随后，杨岩缓缓抬起手臂，大量含有剧毒的花瓣随风舞动，暂时困住了蜂群。而寿兵卫也趁此时机找到了幕后的操控者，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瞬间汗毛倒竖。男人名为虫藏，为了能够操控毒蜂，他竟在自己的后背融合了一个马蜂窝。下一秒，大量的毒蜂倾巢而出，寿兵卫砍开粮仓阻挡，可面对来势汹汹的蜂群，寿兵卫也只好跳进河里躲避。虫藏以为自己稳操胜券，于是拿着长矛静静地等待着寿兵卫自投罗网。可反派终究死于话多，趁着他吹嘘的功夫，寿兵卫早已来到了他的脚下。下一秒，一道凌厉的剑气破开水面，直接就将虫藏斩落湖中。虫藏还想垂死挣扎，却不料没了氧气，身体里的毒蜂全部暴毙，最终反噬给了宿主。虫藏到死也不会想到，他竟会死于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虫盾手中。至此，寿兵卫与鬼门众算是彻底不死不休了。可这时老和尚却突然离开小队，他毫不担心寿兵卫会反悔，因为再过2个半小时，寿兵卫体内的剧毒就会发作。蚁王到底能有多变态？明明还没有到出生的时间，竟然硬生生地撕开了蚁后的肚子，强行从里面爬了出来。纵使蚁后痛得撕心裂肺，他依旧视若无睹，而是转身吩咐首领们去给他准备吃的。就在众人还在震惊之时，姗姗来迟的佩奇跑了过来。当看见蚁后的惨状后，他急忙跑过去查看伤势，可下一秒佩奇就直接被蚁王给斩首。蚁王的冷血无情令众人震惊不已。看到一旁的科尔特目光呆滞，蚁王命令他把自己的尾巴擦拭干净。为了缓解尴尬，龟老头自告奋勇表示自己刚好带了手绢。可仅是眨眼的瞬间，龟老头就身首异处，和佩奇一起去了西天。为了保住小命，科尔特只能乖乖地服从命令。他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，可当他抬起头时，却震惊地发现蚁王正在啃食同类的尸体，还吐槽道真难吃。这一幕直接让首领们瞬间破防。眼看蚁王即将发怒，好在王的直属3护卫及时出现。猫女表示已经为王准备好了食物。在得知了食物就在楼顶之后，蚁王直接一拳打爆了。兵蚁们辛苦2年半时间才建起了巢穴，接着利用强有力的尾巴一跃来到楼顶，俯视着这片即将被他征服的土地，却无意间看到科尔特飞出巢穴。不过蚁王却并没有阻止。可当他品尝到了猫女为其准备的食物过后，蚁王直言实在难以下咽，这与他当初在蚁后腹中之时吃到过的食物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听完王的话，猫女也立刻明白，蚁王所说的一定是人类。为了能够再次品尝到这种美味，蚁王便决定去人类的村庄走一趟。片刻后，蚁王在一处农田降落，可怜的村民还没来得及看清来者的样貌，就被蚁王无情的秒杀，甚至就连一旁的小女孩都没有放过。可蚁王品尝后却仍旧不满，见此，猫女便提出了人类中的念能力者，或许他们就是蚁王一直想要寻找的味道。可下一秒，蚁王却一尾巴抽打在猫女的脸上。他不喜欢别人说话磨磨唧唧的，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一次说完？不过令蚁王没想到的是，猫女的防御能力还是出乎了他的预料。毕竟之前的老龟和佩奇都是被一记扫尾解决，能得到王的赞赏让猫女十分庆幸。不过他还是提议让蚁王去人类的宫殿走一趟，因为那里会有着人类中的王。蚁王听后瞬间来了兴趣。与此同时，逃出巢穴的科尔特将蚁王降世的消息告诉给了人类阵营。作为回报，猎人协会派出了最顶级的医疗团队去救治生命垂危的蚁后。然而此时蚁后的状况极其糟糕，他的内部脏器被搅成一团，根本没法复原。在临死前，他为蚁王取了一个名字梅露艾姆，寓意是照亮一切的光。以后希望科尔特能将名字告诉蚁王，随后便带着最后的人性和遗憾就此死去。而此时蚁王等人也抵达了人类的宫殿，这里戒备十分森严，只为给国王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。然而蚁王仅是瞬间便解决了看守的士兵，随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宫殿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满身肌肉的壮汉突然拦在了蚁王的面前，而且周身还散发着一股强大的能量。见状，蚁王瞬间来了兴趣，随后毫不犹豫地将一众士兵击杀。蚁王享用着美味，在将几人吃掉后，蚁王的实力瞬间暴涨数倍。
见状，猫女这才意识到蚁王的恐怖之处，她只需要吞噬掉对方，就能将对方的能量全部化为己用。这就意味着蚁王的能力根本没有上限，只要他想就能成为世间最强。而此时里面的表演也刚好结束，国王突然听到有人闯入，看到蚁王出现，国王顿时暴跳如雷，他命令蚁王他们立刻滚蛋，不然就要将他们关进监狱里。可蚁王却沉默了，他本以为人类中的王应该会是一个强者，却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一个酒囊饭袋。蚁王不明白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王的，身后的仆夫急忙解释道，虽然自然界中大多数物种都以强者为王，但在人类世界中却不一样，他们往往通过血统和关系就能获得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地位。蚁王听后直言，真是愚蠢至极，随后一气之下直接将国王斩首。见状，舞女们纷纷恳求蚁王能够饶自己一命，不过蚁王听后却笑出声来，やはりアホだぞこいつら。足りないのを最大限稼働してよーく考えろ。お前ら豚や牛の命乞いに耳を貸したことがあるか。这个疯子每砍死100个人，就会去警局自首一次。原来男人压根就没想认罪，他只是砍人砍累了，而牢房的床睡起来才是最舒服的。一觉睡醒后，霍克一个肘击撞开铁门，压扁狱警，随后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，开始了新一天的砍人。霍克的存在简直就是岛国警察的噩梦。这个杀人魔明明在30年前就被核弹炸死，可如今他不光再次复活，而且还要砍死传说中的江洋大盗鲁邦三世。为了不被砍成肉泥，鲁邦等人也开始反击，可根本就杀不死他。霍克的反射神经已经变态到能用斧子挡下次元的每一颗子弹。眼看情况不妙，鲁邦等人连忙开始逃命，可霍克却依旧紧追不舍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五右卫门及时砍断大树，拦住了霍克的去路，这才保住了鲁邦3人的小命。可即便是号称最强剑客的五右卫门，也完全不是霍克的对手。只见他一记拔刀斩砍出，却被霍克用2根手指就轻松捏住。而霍克那重达1000斤的巨斧，五右卫门拼了老命抵挡，才勉强没被砸死。霍克这恐怖的力量简直不是人类。虽然鲁邦等人及时救下了五右卫门，但是他的战役却被霍克的巨斧彻底砍碎，这比直接杀了他还要痛苦。五右卫门不服，他独自一人来到深山之中，卸掉刀上华丽的装饰，如今只有加倍的修炼，杀死霍克才能挽回尊严。可拔刀斩被捏住的阴影却一直笼罩着五右卫门。飞扑而来的鲨鱼就如同霍克挥动的巨斧一般，即便身体已经被鲨鱼的牙齿刺穿，五右卫门依旧没有拔刀的勇气。无论是在火海中训练耐力，还是瀑布下打磨韧性，霍克那双锋利的巨斧都如同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五右卫门的心头。3天的时间过去了，五右卫门滴水未进，背上的伤口也感染得愈发严重。可更绝望的是，他已经没时间修炼了。之前霍克为了杀鲁邦，曾间接害死了雇五右卫门当保镖的老板，而老板的儿子给了五右卫门3天时间去杀死霍克，给父亲报仇。如今3天时间期限已到，雇主家的人马找到五右卫门，在得知了五右卫门并没有干掉仇人，老板的儿子也觉得他没有活下去的必要，手下直接一棒子将五右卫门放倒。眼看五右卫门没有了反应，其中一名手下一脚踩在了他的身上，可突然五右卫门的身体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对手的动作就像是被慢放一样出现在他的脑海里。後ろを切る道理はない。そこを開けてもらおう。お前何言ってやがる。指一本動かすな。そうすれば命だけは助けてやる。然而手下们还以为五右卫门被打傻了，挥起手中的铁棍就向他砸去，而五右卫门瞬间拔刀出鞘，整个人如同一道闪电般在人群中穿梭。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攻击，他在战斗前就已经提前预判。五右卫门一路砍杀过去，所过之处敌人全都变成了残废，但是只有一个男人的攻击他没有躲开。面对老板儿子的这一枪，他不躲不闪，就当还掉了老板对他的恩情。他再次拔刀出鞘，将对方的枪口以及头发全部砍断。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打败霍克，拿回属于自己的尊严。而此时的霍克正在追杀鲁邦和次元，匆忙之下，2人躲进了一个破庙里。本以为能够骗过霍克，可次元的大帽子实在太显眼，突然一块大石头砸了进来，2人被这一击重伤，再也没有了逃跑的力气。就在2人即将被砍成肉泥的时候，五右卫门及时赶到救下了2人。一见面，五右卫门就毫不犹豫地使出拔刀斩，但这一刀还是被霍克给捏住。接着霍克猛地用力，直接将五右卫门打上了房顶。为了尽快解决战斗，霍克直接冲进大殿内，挥动起手中的巨斧，将承重柱全部劈断，没了支撑力，整座寺庙轰然倒塌。霍克再次向着五右卫门冲去，而这一次五右卫门的脑海中浮现出对方即将攻击的动物，他拔刀出鞘将霍克的巨斧斩断，接着他将刀身反转，趁着对方挥斧的间隙直接斩断了他的一条胳膊。此时的霍克已经完全不是五右卫门的对手，并且他那超出常人的感知力告诉他，如果自己再和对方打下去，那么下一次掉的可能就是自己的脑袋了。仅是想象一下就让霍克吓得半死。案ずるな。恐怖を感じてこそ人が人であるゆえ。这个少年一踏入教室，顿时一股强烈的威压便席卷了整个房间，同学们瞬间紧张了起来。而在少年的背后，竟还漂浮着一只恐怖的特级咒灵。众人迅速开启战斗状态，下一秒，一柄雷尖刀狠狠地插进了墙面。眼看情况越发的糟糕，五条悟刚想替犹太解释，却不料下一刻，一双大手竟从他的背后缓缓伸出，3人瞬间便被吓得向后退去。
原来在犹太还小的时候，便和青梅竹马李湘定下了婚约。可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夺走了李湘的生命，犹太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可就在这时，两只大手从地面伸出，抓住了犹太的双脚。没想到李湘竟直接化作了特级咒灵，甚至口中还不断重复着要和犹太结婚的话。因此，每当犹太受到欺负，李湘便会立刻出现，将对方残忍杀掉。而这样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咒术高专的注意，他们派出了战力天花板5条悟，准备将其秘密处死。但5条悟却并没有这么做，因为他看到了犹太身上的无限潜力，于是便把他带到了咒术高专学习。很快，犹太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任务。5条悟将众人带到了一所被咒灵占据的学校，目前已有2名学生被诅咒掳走，他们的任务是拔除诅咒，救出2个学生。如果已经死了，就把遗体回收。随着5条悟的一阵咒语念出，天空瞬间降下一道巨大的帷帐，将学校完全笼罩。这是一种能让学校与外界隔绝，又能让里面的咒灵显现的结界。犹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搞得不知所措，这时珍惜提醒他不要东张西望。很快2人面前就出现了3只低级咒灵，看着他们狰狞的模样，犹太顿时被吓尿了。可珍惜却显得十分淡定，察觉到人类的气息，咒灵竟直接撕开了自己的肚子，向着2人冲来。见此，珍惜一个华丽的转身便躲过了咒灵的攻击，因为他深知只有弱者才会成群结队，强者向来单独行动。不出意外，珍惜仅是一击便瞬间秒杀了3只低级咒灵。看到这一幕的犹太心里暗自庆幸这把稳了。接着2人便走进了教学楼，虽然周围有很多低级咒灵，可是让珍惜疑惑的是，这些咒灵并没有向他们发起进攻，而是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这不禁让珍惜开始好奇犹太的术士等级。随后他便一把抢走了犹太的学生证，结果一看直接吓了一跳，看似弱鸡的犹太竟和5条老师一样都是特级术士。就在珍惜感到疑惑时，2人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只巨型咒灵，巨型咒灵的攻击直接震碎了整栋教学楼的玻璃，突如其来的攻击直接将2人击飞到了空中。珍惜还想反击，然而巨型咒灵的实力远在他之上，他的攻击完全不起作用。接着巨型咒灵便张开大嘴将2人吞进腹中，甚至还打了一个饱嗝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在咒灵的肚子里，2人竟然发现了之前在学校失踪的那2个孩子，但是2名小孩都已遭到了诅咒侵蚀，随时都有可能丧命。此时珍惜却突然晕倒在地，犹太这时才发现珍惜的大腿早已受伤，此刻正遭到诅咒的侵蚀。就在犹太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珍惜却一把抓住了犹太的衣领，并质问犹太：“你来咒术高专是干什么的？”犹太此时也说出了内心的想法，他想要和别人交朋友，想要被人需要，想要拥有活下去的自信。于是珍惜抓住犹太的衣领，大吼道：“呪いを払って払って払いまくれ！自信も他人もその後からついてくんだよ！手術高専はそういう場所だ。”这番话彻底激发了犹太内心的斗志，终于勇气战胜了恐惧。他第一次主动戴上了戒指，召唤李湘。